Hello， 大家好。然后石油工厂这边的话有一点小问题啊，就是说这里有一些这个石油啊，买家不足，原油到石油，买家不足我们就拆了吧。这边会出现一些下岗工人，当时这里能招1700个啊，这边好事成双，我拆了2，还剩4个。然后下边的这边还有1600，挖石油的机器啊也拆2，然后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1000、1500，再降低一点，再把这个塑料机器也拆了吧，1415啊，差不多了。300多人失业了，无所谓了。我们先把这块的东西给它补回来，给它重新摆一下。当时我就没想欠这么多，结果放着放着手就欠了。然后呢，就是准备把那个矿业也直接做完吧。反正我们那边不是新开了一块地儿嘛，然后也是准备把这个居民区盖一盖，也不会说后续出现了这个工厂招不到工人的一个情况啊。好，这边成功剩下了1400个人，怎么还会出现这个石油过多的问题啊？这个东西，那个仓库已经满了。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最近的话可以来到这个火车站啊，把这个货物都送出去啊。其实看样子这个距离还好啊，也没有说特别远，而且这边都是6车道，也不会出现一个堵车的情况，不会说造成一个过多的一个卡车的使用吧。这个仓库也满掉了，我们再放一个小型仓库来储存这个石油，一个仓库250吨啊。当然大家可以一直放很多很多的仓库啊，这个东西还是得卖出去才能赚钱啊，你放在仓库里你没有什么用啊。好，重新摆了一下。好，这个位置还是单独设置一下啊，分属于我们这个山毛石油。好，储存我们的石油 ，OK， 就多了一个仓库。现在的话，它这个卖不出去，就可以把这个石油往这里面送了。好，这边运过来了，然后再回去。好，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吗？解决了。上方我们开始开矿了。矿业这块位置其实我也不知道大不大，应该堆到800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区域我已经是画好了，然后我们来这个画这个矿物的资源啊，资源刷子，这个是自带的吗？还是模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给它刷一下。手欠，有时强迫症犯了，真的连这个资源都想刷得方方正正的，真的对不起啊。然后来放一下矿物的这边，就不跟大家多解释了，我直接跳过吧。不对，直接快进吧。上一期我放这个石油的时候就很墨迹啊，大家就感觉都懂了，都会玩啊。原来是大家是来看的，不是来听我说这个游戏怎么玩的，对不起。也是全部解锁之后呢，我直接上这个大型的装置了啊。首先是挖矿的，然后挖矿的存储矿石的一个仓库啊。然后就是我们矿石到玻璃，然后矿石到金属的一些加工厂，还有这个玻璃的仓库，以及这个金属的仓库。然后我这里还是没有放那个独特工厂的，因为我确实看得出来我这边规划的位置又小了。然后评论区也有提醒我说，把这个工厂做的稍微大一点，以免放不下。没事啊，但我们周边你看还有很多空地的，只是我这个区域没画。我只是给它划到了这片区域啊。玻璃制造厂是3台，然后那边的金属是5台。本来想涂一下水泥地或者说沙砾的，后来就算了吧。之后呢，2个仓库，一个储存玻璃，一个储存金属，也就是我们的2级原材料。还差什么？还差工人宿舍跟维护楼，也要放一下。放好了之后呢，我们这边顶到一个900人。因为这边占地面积比较大啊，给它放3个，然后维护楼只能放1个，这边才935个人，935个人其实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这里的话要把区域再给它到主干路这里，因为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这个工业钢铁厂从我们的一个金属到钢材，就说这个矿业的这个需要的原材料就简单只需要金属到钢材，不要什么玻璃，不要什么矿石之类的。好，这个叫知更鸟矿区我就不给它改名了，就叫知更鸟矿区。山毛石油以及我们那个什么愉快农场非常的和谐。好，工业钢铁厂其实这个位置也差不多了，
但是呢有点挤，我们把这条路拆了就好了。反正旁边的话也没有说有必要这条路修过来啊，断头路就断头路吧，无所谓了。反正这边也就是一些工厂而已，咱们只要不堵车啊，你断不断头都无所谓了。因为这边的话剩一条路了，比较窄。看样子的话，我们还能再来一个维护楼。差不多这边人口工人的数量可以达到上千人，咱们至少不能比那个农场的人少吧。OK， 简单的填一下啊，这边是涂一下水泥地或者是不涂，然后我还是选择了涂一下。有一部分可以涂，然后一部分可以不涂。这边的话，我就可能选择一个水泥地的刷子，因为上方那个工业钢铁厂上面是水泥地啊，我们可以替换一下。下方的宿舍楼、维护楼的话就算了啊，给它刷一下。OK， 差不多了，然后基本上应该放完了。但后续再看一下这个挖矿的建筑够不够，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加这个新的位置啊。招到的工人数量非常好记啊，985，然后石油那边是1400，农业那边是1000多啊，这个差不多都在800以上。我没想到这块位置占地面积还挺广的啊，给它单独设置一下我们的区域啊，知更鸟矿区，还是不允许进口本地区域使用。好，那现在的4大工业区已经集齐了3个了。等我们后续说要放各种的独特工厂呢，还差一个林业的。林业的话就是纸张跟木材啊。当然这个2个东西的话，我们可以不造完全靠城市的一个进口。看这个大型的矿，也不知道挖出来的矿石够不够这个消耗的。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对，这边是原材料不足那就对了，因为这个矿石还没生产出来。然后这2个位置最近的货运火车站我们就不往这边修了直接用那个农场的货运火车站吧。如果缺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区域给它往上画一画，看一下哪里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这里就可以过了。然后我们这个矿区基本上我就不去看它了。看一下这里有点堵车这条路给它换成一个4车道吧，估计都是来这边仓库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仓库这条路这么堵，给它换成4车路，然后里面的路也给它换一换吧。毕竟这里有一个货运火车站你说两边的，就说最近的应该是这3大工业区货车如果往外运输的一个出口都要来我们这边的一个火车站，把这条路都改成一个4车道，这样 OK。你看这边已经有这个石油车了，这是油罐车你就明显就可以看出来这是油罐车往这边送货的距离也还行吧，说不往那边修了，铁轨修过去也不是很简单也没必要再放一个一切正常吧，一切正常。反正现在也没有说爆出一些这什么各种原材料不足或者是卖不出去的情况了。我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件事儿，我们这主干路的话好像没有跟我们那个山楂镇连在一起你就是到这里是断掉的。我说的这个车怎么回事，把这里先连上吧，因为这边规划的不是很好。那条路的话是上监狱的，我没想到上监狱的话就这个监狱就是说你这个关了多少人你一是为了去探亲嘛，上面开了一点商店你说那个监狱附近卖的东西比较新奇直接连上了吧，6车道连2车路，6车道连4车道吧，稍微宽一点。然后我看一下哪里还能再加一条路，比如说再从山楂镇这里加一条路到农场的，反正就是为了一个方便跨河的一座小桥桥。然后这边还有货车可以从这个位置拐回来了然后看你上山的路，这属于徒步有氧对不对，爬坡有氧对，然后上到监狱这里。